交7个女朋友。有到论及婚嫁吗？你讲的是你到底你到底有几个女生有怀孕？你学生到底到多精彩？所以他觉得这种事情发生，他完全不可能发生的。相信爆炸就是暴怒，一下子就爆哭，然后还下跪。你是要把我弄哭是不是？我大概懂你的感受，但就。大家好，我是谢。感情是每个人在这个人生中体验的一个课程，也是很多人的难题。所以今天我就邀请我频道上默默出现好几次，但是我跟你们却对他一无所知的来宾。据说他已经交了好几任女朋友，直到这2-3年才逐渐喜欢男生。所以今天就想来聊聊他的感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right。你应该是第一次上 YouTube 频道啊？第2次，第1次也是你，也是我的在玩游戏，但是没有认真的了解你这个人。对，据说你是台东长大的小朋友，对不对？是啊。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对于小时候长大的一个过程吗？我真的有一度以为你是从巴西长大的，被骗。那是太多人觉得我长得太不像台湾人。对，其实我就是来自一个很淳朴的小镇，也不是台东市，是关山镇，也是一个花东纵谷里的一个小镇。好山好水好无聊。那你以前都怎么去学校？都是骑脚踏车吗？国小的时候我都是用走的。那跟我一样国中就是用骑脚踏车。是不是有路队这种东西？没有路队，没有路队就自己走过去而已。因为国小离我们家很近，大概走2分钟就到。哦，这么近。对。那你后来是什么样因缘机会下从台东搬来台北的？也不是什么因缘机会啊，就是从小就是跟外公外婆住嘛，因为妈妈常年就是在国外工作，她也没有时间照顾我嘛，所以她就是把我放在外公外婆家里。那一直到国中毕业呢，就是因为你知道小孩嘛，毕竟还是想要妈妈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所以之后我就说我想要上来台北跟妈妈住在一起，那妈妈也同意的嘛，所以就是后来来台北考上台北的高中，然后就搬过来。从小时候台东的感情生活到台北差异。住在台东的感觉其实是真的，大家说乡下很淳朴，这是真的。不管是生活，或者是你交往的对象，或者是你的朋友，其实大家都是很单纯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利益纠葛，也没有什么感情纠葛，很纯真这样子。那你在小时候有第一次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时候啊？也是我国中的时候，也是算蛮晚的。蛮晚的，国小没有觉得喜欢谁的那种感觉。国中的时候是对于是同学吗？还是同学啊？同学。其实我国中的时候喜欢的是我国小认识的一个女生，国中之后没有同班了，所以就也没有机会有更多的接触。对，以前还会去她家玩啊，后来就上国中之后就因为也不是同一个班，再就没有那么熟，所以后来就是喜欢的是班上的另外一个女生。那为什么会喜欢她呢？其实也是算那个女生是蛮主动，常常会有跟我一些互动，交换日记，对，会传纸条，对，然后纸条就会传一些比较暧昧的话，传久了就是最后我们就算是初恋啦。在更早以前没有喜欢的这件事情，很小，所以也不知道那个算是喜欢还是什么，就是觉得这个女生不错，然后很想跟她一起玩啊，对，很想见到她这样子的。然后国中就直接到初恋，这么快？国中就是初恋。那你们到了哪个初恋没有阶段？初恋只到仅此于亲吻跟叫爱抚嘛，摸而已。哦，摸而已，爱抚。毕竟小朋友嘛。我是听说你好像以前到很后面才喜欢男生，那请问你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个想法？一直到30岁出头才开始对男生有兴趣。对。那你怎么会突然从女生到一个男生的一个转换？其实我也不是对男生没兴趣，就是小时候刚好第一个喜欢的是女生。其实我也没有不喜欢男生，但是就对男生这一块没有特别的发掘嘛，还是怎么的。对。就是也没有很 focus 在男生身上，然后就一路交女朋友这样子。但在过程中，其实我对男生也不是没有兴趣，只是我没有特别去发掘那一方面的感受。小时候对男生唯一比较有强烈的感受是，有时候看到一个还不错蛮帅的，会觉得这男生我还蛮喜欢，眼睛一亮这样子。对。那请问你到30岁以前是交了几位女朋友？总共交7个女朋友。哇，7个很多有到论及婚嫁吗？有一个差不多要结婚，但是因为那时候其实经济其实不是很好，我自己是不敢结婚，女生对方是不在意，我个人是还不想这么早结婚。结婚前的大概没多久我们就分手，最后也没有走到那一步。那当初是为什么会有跟这女生分手这个过程？当初跟他分手，其实原因有点复杂，我们双方都有点问题。我先讲我的部分好了。我当时就是因为在工作场合认识一个新女生，对那个新女生其实蛮心动，对，然后后来是跟那女生后来也不算在一起，是有暧昧，然后有发生关系，然后这是我的部分。那当时交的那个女朋友，其实在一起蛮久的，应该有5年多。其实我在之前就发现她跟她上班地方的同事，他在医美诊所上班，他跟
诊所里的医生也互动有点过于暧昧，然后看到他收到一些礼物是贴身物品，反正就是香囊的概念。对，就是这种泛绿的感觉，这差的部分。但是其实我们双方都有问题啊。对啊。那最后就走不下去，就是分手这样。蛮感动的，就至少你不是为了要让自己提高身价，然后去违背。没有，是这段感情其实是我最久的一段，对，没有说分手一定是对方的错。那我现在想问一个比较辛辣的问题，就是你说你交过7任女朋友，那你让女生怀孕过吗？哦，当然有啊。有这么夸张？大学的时候，毕竟学生嘛，然后当时那个女朋友就是不小心怀孕了。不小心怀孕？对，两个一起不小心怀孕。应该说有时候并没有带保险套。女生的周期你不跟妈妈算嘛，她自己会算。然后她觉得没事，反正就是不小心怀孕的，那就陪她去医院堕胎这样子。然后当时那个情景其实是就是女生就是坐上手术台嘛，脚开开的，医生又拿了一个鸭嘴钳撑开把孩子拿出来，然后女生就很可怜她了。那当时陪她去的时候，就是她在手术的时候，就是眼泪就流下来，是从眼角这样流下来。然后当时看就很心疼。那当时她告知你说她怀孕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当然是很惊恐啊，毕竟我还是学生嘛，我不可能马上生小孩，我是小朋友，不可能带小孩。她比我小，她也是学生，那她也不可能当下生下来啊，所以就是我们的共识就是一起去把它拿掉。家人知道吗？家人应该也不知道，是后来那个女朋友住在我家跟我妈。然后我们手术完之后有喝一些调理的药，就医生有建议要喝什么药，然后在喝的当下，我妈就看到，我妈毕竟是女性，所以大家就知道哦，你们做了这件事情，因为那个是术后要喝恢复的药。对，就我妈就发现，我不知道这应该算男生还是算女生的责任。其实男生戴套其实 OK， 只是我不是很介意。但是其实我交往的女生，她们都不希望戴套的。真的？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她们自己去算她们的排卵期吧，或者是吃避孕药。那她们有没有做到？比如吃避孕药或者算好周期，我没办法控制嘛，因为毕竟我没办法把它算，月经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走是她自己最清楚。就是还是会不小心有这个情况发生的，就不小心怀孕。你讲的是你到底有几个？你到底有几个女生有怀孕？后面的女朋友也有人怀孕，真的。对，但也是就是因为那时候学生只好。你学生到底多精彩？这样我会不会污蔑女生的那个？我是说真的，有些女生不喜欢戴套。没有，因为毕竟自己心爱的男生，当然不想要他戴的那种感觉。没有，我是不介意戴着做，我这 OK 的。当然就是对方不愿意嘛，对方不希望我戴，我就没戴啊，没戴就会有风险嘛。那30岁为什么会开始注意到男生？当时是最后一个女朋友分手之后，虽然也是偶然吧，那时候就是有点无聊，然后觉得生活好像少了一个什么，然后想说哦，好吧，那我就上软体。然后什么软体？就是找人出来，就是认识交个朋友，看有什么新的事情可以发生这样。但那个软体不是 for gay 的，那个软体现在应该没有，叫 Talk， 那个是男女都在用的。对，只是刚好我就是敲到一个是男生，然后那男生其实是外国人，是白人，然后后来我们就约见面之后，渐渐的就觉得还不错，然后越来越好，我就去他家什么的，然后后来自然而然就发生。天哪，那你那一次发生的时候，对于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样？你会不会在互动的时候就干，你还会怎么样吗？之类的？也没有，因为那情景是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发生，就去他家做客嘛，然后他就煮菜啊，然后做菜什么的，其实跟女朋友有点像，就是做菜给你吃，然后什么弄，然后看个电视，看个电影，玩游戏，抱一下就渐渐就开始这样，很精彩哎，完全没有对于自己的对话过程中，那时候其实是发生很自然没有错，但其实过程还是有一点点抗拒，因为想说，我怎么会这样，就是跟男性就在做这件事情，因为当下的气氛是很自然的，所以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影响，所以其实最后还是就是完结。后来你们两个是有再交往下去吗？后来是有 dating 的一阵子，毕竟他是外国人嘛，其实我们的观念什么其实都差蛮多，所以很多问题还是就一直发生。那等到下一个对象的时候也是男生，因为当时有了这个经验嘛，就觉得其实男生也 OK 啊，就是也没有不行啊。哇！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那我再找个试试看 ，maybe 可以。很合或什么？那我想再聊聊今天这集蛮大的重点，就是听说你在今年的2月，然后跟家里出柜，我想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。哦，其实我也没有出柜，其实我是被出柜。当时其实是妈妈来问我说，她说她看到我的 IG， 她就觉得我怎么在外面就是乱搞，跟男生乱搞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们就大吵一架，就跟她解释我没有乱搞，我没有怎样，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，但她就是觉得你在忤逆她，爆炸，就是暴怒，一下子又爆哭，
然后还下跪了蛮久，然后叫他起来也不起来，因为他可能没办法承受这种打击。因为过去我交了7个女朋友，我有带大概3、4个女朋友回家过，所以在他的观念里就是我一直都是异性恋，对，所以他觉得这种事情发生，他完全不可能不敢发生的相信。然后他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就是我周遭的朋友影响我，导致我变成这样，就要求我把所有的朋友斩断，就是不要跟这些朋友来。我就说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坏人，大家都是好人，大家都很善，没有人影响我，我就是我这样子。但是他就是不能接受，他没办法体会那种感觉，然后就大吵了一架。大吵一架之后呢，就是很巧的，我们家大楼楼下换钥匙，就门坏掉了。就换了钥匙，那换钥匙呢，每户都会有配个2、3副钥匙，就那个磁扣，妈妈就把磁扣领走了。但是呢，她也没有留给我，也没放桌上或放房间什么，因为那时候大吵，但是至少要留给我，我才能进出嘛。对啊，就是没有留给我，我说 OK 好，所以我如果只要出门回去，我就必须等管理员在的时候，我才能回家。所以就是等于我没有大门的钥匙，如果我出去就回不了家嘛。那就这样过了2、3天，我就好吧算了，我觉得他没有要给我的意思，我想好了，那应该是不想看到我吧，那我就是好的顺着这个情势我就搬走，因为刚好那时候我要去雪梨，所以要出国，我就把东西默默整理，然后就出国这样子。所以你们到那天发生之后都没有再任何的联络吗？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任何的一句话都没有联系，没有讯息也没有。你可以请问一下，你家是你跟你妈妈住，还有跟其他家人？没有，我们家就是我跟我妈，跟我妈住很久，就从我高中到今年2月。那你有想过你妈妈会是这样的一个回应吗？我没有预期他会有这么强烈的情绪反应，因为其实从以前我小时候，他给我的印象就是，毕竟我们没有住在一起，他一直都是在美国工作，不然就在台北工作。其实他是感觉很开放的一个人，我觉得他是很开放、很开明的人，而且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，其实他都是很 free 的，他不会去限制你或是怎么样，他其实是很好讲话，而且感觉整个观念是很开明的。很现代的女性，就不像是那种老一辈的人。但这次发生这事情之后，发现，她怎么好像不是我想象中那个妈妈了？她就变得非常的保守。我不能说极端，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看到有同志的新闻，她偶尔会去，不是批评而已，她可能会骂，就是那个怎么会这样子，不能这样或者什么之类，就是有点把我们这一类人当作野兽还怪兽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出乎我预料，对，让我觉得怎么妈妈年纪越大反而越趋保守。那我把我问那个就问啊，如果不能播剪掉就好了。好，那我想问问看你有想对妈妈说些什么吗？如果她看到这集，她不可能看到这个节目啦。就如果真的有因缘机会下的话，毕竟她也是被告知。你是要把我弄哭是不是？我大概懂你的感受，但就我是觉得。我不知道，其实我对妈妈是很尊敬的，但我平常就是以前在家的时候，对她其实是表现的是态度不是很好，很没有，也不是没有礼貌，就是像朋友，像朋友这样子。但是我跟她的生活互动，其实我是蛮就是哎呦干嘛这样，就是其实是蛮凶的。对。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发现这事，因为我们当天吵架的时候，她就是跟我说，我对她的态度一直都很差，然后冷的我很久。那其实我当下是蛮惊讶，我觉得我们是亲人，我们讲话不需要客客气气。我有时候呛妈妈，只是一个很熟的一种表达方式。那可能他觉得这样不好，那我就是整个，反正我是觉得，好啦，我就觉得妈妈可以就是接受这件事情，因为毕竟你也改变不了，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郁闷在心里啦？因为毕竟他期待我结婚很久了，有些事情他天生就是这样，你就是改变不了。那不如你去接受他，毕竟我还是你的孩子啊。我还是把你当妈妈，只是目前我们的状态也没办法好好的坐下来谈，就让时间去消化。对，其实我是觉得。我不知道啦，我应该道歉吗？还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也不需要道歉，因为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嘛。我唯一想道歉的是，如果我真的对妈妈态度不好，或是怎么样，就是过去我真的很抱歉的，我可能误会了，我一直把妈妈当作朋友，所以我有时候就是讲话很不客气，而且。妈妈是一个人嘛，其实我这件事情也是蛮担心的，就是我会一直住在家里的原因，其实也想陪伴他8%原因是因为就想陪他，因为那也没有另外一半，我担心未来他老的时候也没有人照顾他，那现在弄成这样子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辛苦你了。
喂，只要弄哭我这样子，还好我有 hold 住。我感觉到了你的很多真心真意，感觉是一个很真的人。然后谢谢你分享这么多你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心境过程。然后今天谢谢布莱德。我希望大家都提早告知家人啊，先说总比被发现好。但重点就是你们要先做好自己的生活准备。对，当然不是说你办法 cover 自己，然后硬要跟家人吵，那没什么意义。当然，就是你该做的基本的，你能经济独立了。对，你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状态。而且你要知道你自己真的喜欢什么，说不定你后来以为你是喜欢男生，然后长大之后，就喜欢女生的，这也不一定，很难讲。你要知道自己在想什么。那就是双性恋。不一定哦，这就是爱玩吧。因为有时候性向跟恋爱的观又是不一样，就是有些人可能想要刺激，但是又不想要跟男生在一起那种感觉。面对自己想要。以上这集就是黑布的他的真心真意，然后左上角他的Twitter可以追踪哦，还有 IG 真情指数100分，真的谢谢你，辛苦你讲这些。